如果睡觉前喝了很多水，那么晚上起夜次数可能会增加。但如果不是经常频繁起夜，就要警惕3种疾病了。第一种，前列腺炎。前列腺炎是男性常见的一种疾病。如果夜尿频繁，并且每次排尿量很少的话，就要小心是前列腺炎了。建议平时避免久坐不动，多注意饮食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肾脏疾病。肾脏呢是我们身体重要的代谢器官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就可能会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夜尿频繁的情况，大家要多注意。平时养肾可以多吃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黑芝麻、桑葚等。第三种，糖尿病。除了上面2种疾病，也可能是糖尿病。如果晚上夜尿频繁，并伴有吃得多、喝得多的情况，就要考虑可能是糖尿病了。建议大家平时呢注意饮食，多喝水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。腹部赘肉有多难看、多烦人，相信不用我说了吧？那该怎么解决这烦人的赘肉呢？不妨跟我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坐在上面，双腿弯曲抬起，身体微微的往后仰，双手相互的握住，然后腰部这样左右的转动，每天睡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消耗腹部的脂肪，锻炼腰腹部肌肉。若能每天都坚持做，一段时间后，腰腹部赘肉会减少，小肚子也慢慢没有了，帮你练出完美腹肌。不过想要减掉肚子上的赘肉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可以配合着喝点冬瓜荷叶茶、蜂蜜柠檬片，减腹效果会事半功倍哦。是血脂中一项重要的指标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高血脂、血管堵塞等问题出现。那下面给大家推荐2物，经常泡水喝，有助降低甘油三酯。山楂，我们经常能吃到，山楂酸酸甜甜的，营养价值也高。山楂中含有的3萜苷可以帮助软化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泡水喝，对降低甘油三酯、预防血栓有很好的作用。苦荞茶大家都不陌生了。苦荞中富含纤维素、类黄酮、氨基酸等成分，具有润肠通便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苦荞中还含有芦丁，能帮助软化血管、降低血脂，可以说是甘油三酯的劲敌。经常泡水喝，能让你血管通畅无阻，血栓不来扰。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甘油三酯含量偏高，这样很容易诱发血管堵塞，血脂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甘油三酯偏高，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？表现1，腿脚异常冰凉。腿脚处于我们身体的末端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双腿供血不足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腿脚冰凉，甚至皮肤发紫的情况。表现2，双腿疼痛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可能会有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，这样腿上很容易出现疼痛的感觉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。表现3，双腿总是抽筋。如果是缺钙或者着凉了，双腿会有抽筋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2种原因，双腿总是莫名的抽筋，就要小心是甘油三酯偏高了，导致了血管出现堵塞，大家要多注意。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血脂还算稳定。那如果血脂偏高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用山楂和苦荞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血脂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甘油三酯偏高也是常见的现象了，如果不好好调理，很容易出现高血脂。那是什么导致的甘油三酯偏高呢？身体过于肥胖、缺乏运动、饮食和作息不规律都是根源。不过呢，不用担心，可以常喝3种水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降低甘油三酯含量。1，罗布麻。罗布麻茶是常见的一种茶饮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维生素 C， 有降低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。那经常用来泡水喝，可以疏通血管，清理垃圾，有助降低甘油三酯。2，山楂。很多人也喜欢喝山楂茶，那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用它泡水喝能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，能有效的保护血管健康。3，荞麦。荞麦营养价值很高，荞麦中含有芦丁、胡皮素等物质，可以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也能帮助降低甘油三酯，所以经常泡水喝，能给血管上保险哦。三酯是我们血液中的一种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容易引起血管堵塞，出现高血脂的情况，所以平时要多注意保养。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
一、山楂。山楂在生活中很常见，虽然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药用价值却很高。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帮助清理血管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加快新陈代谢。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降低甘油三酯，预防高血脂。二、决明子。决明子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的。决明子含有丰富的大黄素、决明素以及维生素等物质，具有润肠通便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降低甘油三酯，预防血脂升高，对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来说，平时要避免高油脂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还要养成多喝水、多运动的好习惯，这样有助改善血管健康，预防血脂升高。如果平时不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肝病就容易盯上你，尤其45岁后是肝病的一个高发期，这时更应该注意，有3种食物尽量不要吃。第一种，腌制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腌制食物，但是腌制食物含有大量的盐分，45岁后经常吃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也会给肝脏造成损伤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尽量不要吃。第二种，发霉食物。发霉的食物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，这种毒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危害。如果吃进身体里，很容易损伤肝细胞，导致肝功能下降，诱发肝脏疾病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食物经过油炸之后会有大量的油脂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会使身体肥胖，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导致肝脏疾病出现，所以这类食物尽量少吃。肝不好的人平时要注意养肝，没事多运动锻炼，还可以常吃养肝食物，比如蒲公英、胡萝卜、枸杞等，对维护肝脏健康有帮助哦。很多人的压力都非常大，如果没有得到释放，人就容易变得脾气暴躁、爱生气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容易肝气郁结，对肝脏造成损伤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疏肝解郁。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把右手放在脑袋后面，左手放在后背中间这里，然后让身体慢慢的向左侧弯曲，弯到最大程度后，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直立身体。两个手同时向身体两侧平举，然后再将左手放在脑袋后面，右手放在后背，做同样的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反复做5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我们的两肋、拉伸肝胆经，有很好的疏肝理气、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坚持做一做，肝脏好了，心情也会更舒畅哦。想要养肝，平时要多注意，不要熬夜，勤加锻炼，还可以常喝点菊花茶或者是蒲公英根茶，有清肝明目、降肝火、排肝毒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维护肝脏健康。有一个好的肝脏，身体才会健康。那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对长寿也是有影响的。生活中我们做的很多事都对肝脏有损伤，比如吃饭时的3个习惯。暴饮暴食，暴饮暴食会增加肠胃负担，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而肝脏也有一定的消化作用，这样也容易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和肝脏排毒，所以这个习惯要改正才行。过量饮酒，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喜欢喝点酒，那酒中含有酒精，如果经常大量饮酒的话，很容易增加肝脏负担，引起各种肝脏疾病，也不利于肝脏健康哦。不吃早餐，早餐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经常不吃早餐，也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并且对肝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，所以要每天坚持吃早餐才行哦。那肝不好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菊花茶或者蒲公英根茶，都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还有要注意不要熬夜，平时少生气。话说肝开窍于目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眼睛也会出现问题，比如眼睛干涩、疲劳、眼白发黄、视力差等。那该怎么养肝呢？不妨常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决明子。决明子可以入肝经、肾经，那经常用决明子泡水喝，具有清肝明目、降肝火的作用。像经常盯着电脑看，体内有肝火的人，就可以试试用决明子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肝护肝，缓解眼睛疲劳哦。
第二种，枸杞。枸杞对肝脏也有很好的作用，经常用枸杞水泡水喝，具有清肝泻火、解毒明目的作用。如果能将枸杞和菊花配合着一起用，养肝效果会更好。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，但总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伤害肝脏，比如经常熬夜、总是生气、大量饮酒等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肝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找到大腿处的肝经。在大腿内侧，也就是内裤线循行的地方，找到之后，大家可以拿家里的擀面杖，沿着大腿根部慢慢的往下敲打，一直敲打到膝盖关节处。敲打力度自己掌握，感觉舒服就行。没有擀面杖，也可以用拳头进行敲打，两条腿都要敲打到，每次敲5到10分钟即可。这样敲打能够疏通肝经，促进肝脏排毒，对降肝火、养肝护肝有一定的作用。推荐大家敲打肝经，最好在早上7点到11点，这个时间段呢是最好的。想要养肝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黑枸杞或者菊花泡水喝，都有清肝明目、降低肝火的功效。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人，可以经常的喝一点。好啦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哦。拜拜。